停手！本宫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求饶，本宫便放过你。很久以前，我也像你一样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你若执迷不悟，报应终究会来，只不过争个早晚罢了。再给本宫打！贤妃娘娘，且慢！谁伤了你？学书。少师息怒，贤妃动用了私刑，不过确有理据。现在把事情闹大，只会对江姑娘更不利。不如先带姑娘医治，免得日后落下病根。宁儿，他不愿出宫。我知道，什么都不用说，先回家疗伤。叔，跟你商量件事儿，便让江二姑娘坐我的位子吧，如此，殿下也好与江二姑娘多些相处。薛姐姐坐我这里吧，与公主挨得近也好说话。你是想趁机躲到后面吃点心吧？若被侯爷知道，还不罚你？尤月。不如你给宝英妹妹让个位子。我？来，坐。行了，以后就这么做吧。见过先生。不必多礼，坐下吧。今日是第一课，料想殿下与诸位伴读对先生们还不熟悉，也不曾提前温书，所以谢某与先生们商议，今日先不上课，主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后半年要学些什么内容。果然还是那个谢薇。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请讲。家父曾言，天下自古乾坤分明，阴阳有序，男子立于外，女子主于内，泾渭分明，不应有改。政论乃是男子才该学的，请恕学生冒昧，先生学贯天下，却编纂出如此课本，来教我等女儿家，是否与理不合？谢某也有一事不明。太后出身薛家，当年平南王之乱时，太后坐镇宫中，临危不乱，指挥大局，方有今日之志。那敢问薛姑娘，太后所凭借的是女戒、女德，还是这书中的东西？可是家父还说过，薛大姑娘，谢某知道，翰林院众夫子与薛家关系匪浅，但你记住，此处
不是定国公府。薛姑娘若不愿学，可以走。黄仁礼，你入宫40年，当知宫中不养废物，内务府查不出，就整个皇宫查。哀家倒是不信了，那柄玉如意，难不成是凭空生出来的？滚出去查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其实儿臣觉得吧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皇兄不也说了吗？不能动摇人心。不过就是一柄玉如意，把它毁了便是。我们又何必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呢？一帮宵小胆大妄为，若不严加惩治，日后还不定生出什么乱子来。只凭一起行事，你将来怎么治理天下？儿臣本就无心天下，母后又何苦强人所难呢？你皇兄身体有恙，正时又生不出皇子来，你不继承大统，怎么要把皇位让给平南逆贼吗？你不如现在就把哀家和你妹妹的命拿去。母后永远都是这样，儿臣甚至有时分辨不清，您到底先是太后，还是我们兄妹的母亲？你二哥，别说了。逆子！母后莫生气，儿臣今天不去上课了，就在这儿陪着您。风声这么紧，先生还要去宫里上课吗？昨日您已暂且化解了圣上的怀疑，不用如此担心吧？化解只是暂时的，只有表面上一如既往不动声色，才不会露出马脚。而且，昨日内务府查了一夜，只怕我们的人已经出事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得给他们传个消息才是。先生一人入宫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我让刀琴去追查宫一城的下落，让吕显盯着薛家跟燕家。你这边有任何消息，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刚得到的消息，今天一早。燕侯爷临时出城，去往通州了。出城？为何？也许检阅军营。不过燕林昨日和林自王去郊外狩猎，到了今晨才回来。我知道了。玉如意和宫一城的事儿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这些天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。等一下，你昨日坚持去宫中授课，那是为了传递消息。如今消息已经传达了，还这么巴巴的去，该不会是为了江二姑娘吧？要我说呀，这江二姑娘也太邪门了，什么都知道，哎，还敢跟先生说那样的话，必得找机会把她除掉才行。哎呀，不行，为何？她如今可掌握着咱们的把柄，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了。她身上谜团虽多，但心思不坏。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和你我敞开心扉。可先生说过呀，斩草要除根呐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说了，他不是敌人，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再说了，横竖有我看着，能犯什么大错？可先生还说我做事要……好了，你先出门吧，啊，外面的事交给我们就行了，放心啊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傻小子，哥哥我是在救你。只怕又是被玉如意案牵扯的。昨夜我临睡前，听到黄公公他们在外面拷打工人的惨叫声，吓得我一宿都没睡好。这可真得好好烧烧香，拜拜才是。玉如意案若真是冲着燕家来的，得想法子阻止才是。可如今宫里的风声这样紧，谢微也不帮我了，该如何是好？
真打算去这凤尘殿讲学呀？这谢少师点了你我2人去讲课，哎，他却偏偏编了这么一本教材，颇是些经史治世之学。是以一时竟不知从何讲起了。这谢少师少年得志，总有些不同寻常的想法。可是咱们翰林院这么多年，那也是有旧例的。更何况这薛大姑娘也在伴读之中。哎，大人，您回来了。昨日这核桃仁啊，它还剩了一些。大人，您今日还做不做桃片糕了？大人，往后都不做了，把这拿去扔掉。老师，刑部的手续已经处理妥当，府中一应事务也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些不急，我曾经以为以你的性子难在京中立足，此番回来你成长了许多。我且问你，燕家的案子你怎么看？疑点重重，无论是书信还是赵兴，都更像是薛家的栽赃。可若燕家无罪，这京中抓出来的逆党定是另有人布置。若不抓出此人，燕氏便难以洗脱罪名。你说的不错，燕薛两氏的恩怨与刑部无关，但这暗中与平南王勾结之人必须查出，否则必成他日大患。此人若在幕后布局，那他一定十分关心燕家案子的进展。你可有什么线索？怎么了？有一个人的确为此事来寻过学生。谁？太子少师谢居安。张哲在燕家一事上确算公正，但他查逆党也查得紧。此人心思敏锐，冒险用他利弊参半。而且如今这顾春芳也入了京中，这2个人，你们要看紧一些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您的东西忘拿了。今日除了桃片糕之外呢，老陶我还准备了4样糕点。当然了，不比大人您亲手做的，不过也能讨得那位姑娘的欢心吧。什么姑娘？就是剑叔说的貌若天仙的江老陶。嘿嘿。先生，白果寺那边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布置好了，是时候进宫了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死在白果寺后山？尸身看起来像是死了好几日。
人士，或许不知道，此地就是20年前葬身平南王刀下的300忠魂的碑林。早些年还有人来祭拜，现在你看，都已经荒芜了，只有寺中的僧人偶尔过来除除草。我们还是速速回去吧，这里邪门，大白天的都瘆得慌。哈哈哈！到底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乱臣贼子，竟如此落网，真是天佑我大钱！好，好，好！若是能将这地图上的据点尽数拔除，则平南王再无可乘之计。